洞察局势，开启视野。这里是火力早报时间。伊朗发动大规模反击，中东战火扩散。特朗普承认可能友好占领古巴，泽连斯基看到和平窗口。扎波罗热局势停火。美以联军发动实施怒火行动后，中东局势急剧恶化。伊朗迅速启动报复性军事行动，代号为真实承诺4。据最新情报显示，伊朗向以色列本土及分布在中东多国的美军军事基地发射了多轮弹道导弹与自杀式无人机。伊朗军方高级官员称，此次反击行动不设红线，目标覆盖了除阿曼外海湾地区几乎所有的美军战略支点，地区局势已推向全面战争边缘。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总部遭到直接攻击，目击者称基地内部火光冲天，大量基础设施受损。作为美军在中东最大的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成为此次受袭的重灾区。伊朗方面声称已成功摧毁基地的反导雷达系统，卡塔尔官方则通报称，防空部队进行了密集的导弹拦截，局势高度紧张。阿联酋的宰夫拉空军基地也遭遇袭击，尽管阿联酋进行了密集拦截，但导弹碎片掉落，导致阿布扎比出现平民伤亡。阿方随后发表声明，谴责此举侵犯国家主权。驻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及多处海军设施受到波及，分布在约旦与伊拉克境内的美军驻地也未能幸免，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火力覆盖。可以确定的是，当前的冲突不仅是规模的扩大，更是外溢效应的全面爆发。中东正面临自21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安全危机。由于导弹频繁掠过或坠落在沙特、约旦及阿联酋领土，多国已明确表示保留全面回应的权利，积极引发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使局势演变为多国混战。中东未来甚至会成为代理人战争。随着伊朗本土面临战略压力，其抵抗轴心网络已全面介入，也门胡塞武装已恢复对红海航线的袭击，并向以色列发射导弹。黎巴嫩真主党与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也正处于待命状态，并且受高强度军事行动影响，全球石油运输命脉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行量暴跌约 70%。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工会发出极高风险预警，若伊朗进一步实施封锁，全球原油供给和供应链将面临毁灭性打击。特朗普已将实施怒火行动定性为大规模持续作战，并公开呼吁伊朗政权更迭。一旦德黑兰意识到政权存续受到威胁，不排除其动用潜在核威慑手段或发起无底线的反击，结果或许不容乐观。美国正考虑以一种友好的方式全面接管并重塑古巴的未来，这并非不可能。2026年1月底，美国依法对古巴实施紧急状态及燃料封锁。目前古巴当局已彻底耗尽资源，不得不向华盛顿寻求出路。特朗普表示，古巴政府正处在极其艰难的境地，他们现在一无所有，正积极与我们进行谈判。美国完全有能力为那些饱受压迫的古巴人民以及流亡美国的古巴裔群体做些积极且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视线转向乌克兰，泽连斯基在接受专访时指出，2026年秋季即11月美国举行中期选举之前，乌克兰有机会结束与俄罗斯的战争。在美国的调解下，美乌双方正保持着最高级别的战略同频。尽管在核心领土主权问题上乌克兰绝不妥协，但机会已经出现了。在积极谋求公正和平的同时，扎波罗热已局部停火。国际原子能机构证实，在 IAEA 的紧急调解下，乌方同意在波罗热核电站地区实施局部停火。自战争初期，这座欧洲最大核电站被俄军非法武力侵占以来，其外部供电系统屡遭破坏，处于极度危险的边缘。此次乌克兰同意停火，目的是抢修直贯330千伏备用电力线。战场方向，乌克兰成功试射新型国产弹道导弹。火点公司正式公布了其自主研发的 FP7 新型战术弹道导弹的成功试射画面。这款专为精准打击侵略者而生的高性能武器，射程可达200公里，最高突防速度高达每秒1500米，原概率误差仅为14米，可携带150公斤高爆战斗部，可以快速撕裂敌方防空网。就在此前数日，该公司研发的另一款射程达3000公里的火烈鸟，已成功对俄罗斯境内的沃特金斯克导弹工厂实施了毁灭性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在战火中的飞速崛起与尖端武器的不断叠装，正从根本上重塑战场的远程打击生态。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州作为国防与汽车制造战略重镇，目前已陷入严峻的经济困境。过去1年间，该地区的工业投资与产量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受美欧制裁封锁影响，包括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在内的众多核心国有巨头已出现严重的资金链断裂，根本无法按时清偿账单。这一连锁反应导致夏诺夫哥罗德的地方企业背下了高达13亿美元的巨额拖欠发票。为了在绝境中苟延残喘，大批企业被迫饮鸩止渴，承担起超过20%的吸血式超高贷款利率。地方工业生态正处于全面崩盘的边缘。这并非个例，彭博社的调查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极少数为侵略战争输送炮弹的军工车间仍在超负荷运转，但俄罗斯绝大多数的民用企业利润遭遇腰斩，
新增订单完全停滞。今天的火力早报到这儿就结束了，后续结果如何，火力君将持续关注。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